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堪称投资领域瑰宝的书籍《巴菲特之道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罗伯特·哈格斯特朗 （Robert Z. Hagstrom），他是一位知名的投资顾问和作家，对沃伦·巴菲特的投资理念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。巴菲特，这位被誉为奥马哈先知的传奇人物，他的投资成就举世瞩目，伯克希尔·哈撒韦公司的辉煌业绩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巴菲特之道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投资技巧的书，它更像是一把开启财富智慧之门的钥匙。它为我们揭示了巴菲特在投资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核心奥秘。这些奥秘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，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。无论你是初入投资领域的新手，还是已经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手，这本书都能为你带来全新的视角和深刻的启示。它可能会改变你看待投资的方式，甚至影响你的人生轨迹。在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在风云变幻、充满不确定性的投资市场中，巴菲特能够几十年如一日的保持卓越的投资业绩？让我们来看一个关于巴菲特的小故事。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股市陷入低迷，许多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，市场一片恐慌。然而，巴菲特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他大量购入股票，其中包括后来为他带来巨额回报的华盛顿邮报。当时，很多人都对他的行为感到不解，甚至嘲笑他。但巴菲特坚信自己的判断，他深入研究了华盛顿邮报的价值，认为市场过度低估了这家公司的潜力。事实证明，巴菲特是正确的，他的这一投资决策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巴菲特有着与众不同的投资思维和坚定的信念，而巴菲特知道这本书将带领我们走进他的思维世界，探寻其中的奥秘。核心理念1：价值投资。价值投资是巴菲特投资理念的基石，它意味着投资者要以合理的价格买入优质公司的股票并长期持有。优质公司通常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、良好的管理团队和稳定的盈利能力。在巴菲特看来，股票不是一张被炒来炒去的纸，而是代表着一个公司的部分所有权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人们往往容易受到市场情绪的影响，在市场恐慌时过度悲观，在市场繁荣时过度乐观。而价值投资则要求投资者克服这种情绪，保持理性。逻辑上，股票的价格最终会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。当市场情绪导致股价低于内在价值时，理性的投资者就会抓住机会买入，等待价值回归。应用价值投资方法，首先要学会评估公司的内在价值，这需要对公司的财务报表、行业状况、竞争格局等进行深入分析。例如，我们可以分析公司的盈利能力、资产质量、现金流状况等指标来估算其内在价值。巴菲特在投资可口可乐时，就是看到了可口可乐强大的品牌价值、全球性的销售网络和稳定的盈利能力，这些因素使得可口可乐的内在价值远远高于其当时的股价。长期持有优质公司的股票，可以让我们充分享受公司成长带来的收益，避免频繁交易带来的成本和风险。同时，这种投资方式也能让我们在市场波动中保持冷静，不被短期的市场波动所左右。书中提到巴菲特投资美国运通公司的案例，当时美国运通公司遭遇了色拉油丑闻，股价大幅下跌。但巴菲特经过深入调查，发现美国运通的信用卡业务依然强劲，消费者对其品牌依然忠诚。于是，他大量购入美国运通的股票，最终获得了巨大的回报。正如书中所说，在别人贪婪时恐惧，在别人恐惧时贪婪，这句话深刻地体现了价值投资在面对市场情绪时的独特视角。核心理念2：集中投资。集中投资是与分散投资相对的一种策略。巴菲特认为，与其将资金分散在众多平庸的投资机会上，不如集中投资于少数几个自己非常了解的优质公司。从心理学上讲，分散投资可能会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，让投资者觉得风险被分散了。但实际上，如果投资的公司质量不佳，数量的增加并不能真正降低风险。逻辑上，集中投资可以让我们更专注地研究投资标的，深入了解公司的业务模式、发展战略等，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在应用集中投资策略时，我们需要对自己的能力圈有清晰的认识。能力圈是指我们真正了解的行业和公司，我们应该只投资那些处于我们能力圈内的公司。例如，巴菲特一直专注于投资自己熟悉的金融、消费等行业，他很少涉足自己不熟悉的科技领域。集中投资的好处是可以让我们获得更高的收益，因为当我们集中投资于优质公司时，这些公司的良好表现会直接反映在我们的投资组合中。同时，集中投资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管理风险，因为我们对投资的公司有更深入的了解，可以更及时地发现潜在的问题。巴菲特对富国银行的投资就是集中投资的典型案例。他长期重仓持有富国银行的股票，对富国银行的经营状况、管理团队等有着深入的了解。
书中提到，如果你有40个老婆，你永远都不可能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有清楚的认识。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集中投资的重要性，强调了深入了解投资标的的必要性。核心理念3：长期持有。长期持有是巴菲特投资策略的关键要素之一。他认为，优质公司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，投资者应该给予这些公司足够的时间来展现其价值。从心理学角度，长期持有需要投资者克服短期的贪婪和恐惧心理，在市场波动时，能够坚定地持有股票，不被短期的价格波动所左右。逻辑上，企业的成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股票价格的上涨也是基于公司价值的长期增长。长期持有可以让我们充分享受企业成长带来的复利效应。要实现长期持有，投资者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资金规划。在投资之前，要对投资的公司有足够的信心，相信其长期发展前景。同时，要确保用于投资的资金是长期闲置的资金，不会因为短期的资金需求而被迫卖出股票。长期持有的好处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，避免频繁交易带来的摩擦成本。同时，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市场长期趋势，分享优质公司长期增长带来的收益。巴菲特对可口可乐的投资就是长期持有的典范。他投资可口可乐已经几十年，即使在市场出现波动时，也从未动摇过对可口可乐的信心。书中写道，如果你不愿意拥有一只股票10年，那就不要考虑拥有它10分钟。这句话强调了长期持有的重要性，提醒投资者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投资。核心理念4：安全边际。安全边际是指投资者在买入股票时，要以低于其内在价值的价格买入，为投资决策留出一定的安全空间。从心理学上讲，人们在投资中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能力，低估风险。安全边际可以作为一种风险控制手段，防止因对公司的估值错误而遭受重大损失。逻辑上，市场是充满不确定性的。即使我们经过深入分析，认为某家公司的价值被低估，但市场可能并不会立即纠正这种错误。安全边际可以让我们在市场波动中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。在应用安全边际原则时，我们需要对公司的内在价值进行保守估计。例如，在评估公司的未来现金流时，采用相对保守的增长率和折现率。同时，在买入股票时，要等待价格低于内在价值到一定程度才出手。安全边际的好处是可以降低投资风险，提高投资的安全性和稳定性。即使市场出现意外情况，我们也有足够的空间来承受损失。巴菲特在投资中始终贯彻安全边际原则。他在购买股票时，总是力求以大幅低于其内在价值的价格买入。书中提到，我建议做人承重3万磅的桥，但却只让1万磅的车通过，这样就算我大意了。偶有一辆重达 1.5 万磅的车经过，也能保证桥不会塌。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安全边际的重要性，强调了风险控制的重要性。核心理念5：独立思考。独立思考是巴菲特投资理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他强调投资者要有自己的判断，不盲目跟风。从心理学角度，人们都有从众心理，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。在投资中，这种从众心理可能会导致投资者做出不理性的决策。逻辑上，市场上大多数人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，股票价格的涨跌是由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独立思考可以让我们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做出独立的判断。要做到独立思考，投资者需要广泛收集信息，深入分析市场趋势和公司情况，同时要保持谦虚的态度，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。在面对市场舆论和专家观点时，要保持批判性思维，不轻易被他人左右。独立思考的好处是可以让我们发现别人忽视的投资机会，避免盲目跟风带来的风险。巴菲特在投资过程中始终坚持独立思考，不受市场情绪和他人意见的影响。书中提到，沃伦·巴菲特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具有分析企业基本面的能力，同时他又具有无视市场的能力。这句话强调了独立思考在巴菲特投资成功中的重要性。通过以上对巴菲特之道的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涵盖了巴菲特投资理念的精髓，包括价值投资、集中投资、长期持有、安全边际和独立思考等核心内容。这些理念不仅适用于投资领域，对于我们的人生决策也有着重要的启示。如果你渴望在投资领域取得成功，或者想要提升自己的思维方式，那么巴菲特之道绝对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。不要犹豫，行动起来吧！去阅读这本书，去学习巴菲特的投资智慧，并将其运用到你的生活和投资中。相信我，当你真正理解并践行这些理念时，你会发现自己打开了一扇通往财富和智慧的新大门。记住，风险来自你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，而巴菲特之道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投资，认识自己。让我们一起踏上这趟充满挑战与机遇的财富之旅。